好，我们接着来玩无敌的奥斯曼。在上集结尾，我们已经成功拿下了巴尔干地区，这一集我们就来消灭一下满加强的苏德。考虑到不久之后苏联就会对我们发动进攻，还是早做一些打算。上一集苏联已经在正当化我们了，但是我释放了这个布科维纳作为缓兵之计啊。但是苏联的国策还没有点到，所以迟早要被他索要比萨拉比亚的，还是得先防守一下罗马尼亚地区。这边先把重建没落帝国点了，这个国策能给我们很大的 buff， 并且能把我们这个粉红色给它换成奥斯曼的绿色啊。看了一下库存，目前坦克并不多，想要抗衡苏联，我们至少要有48个高达师，所以先做一些普通的步兵师出来，待会儿慢慢变。傀儡国的部队全部要过来帮我们守一下港口。关于债务局先不着急移除，看了一下它也没什么 debuff。我们待会儿要换的话，得换成这个科奇贸易，它的要求是3个公司都大于4啊。我们得把3个都练成4级，还是比较麻烦的。尤其是这个科奇贸易的海军机构啊，这个我们没有海军，还是得多花一个科研槽专门研究一下。到了40年7月，我们就变成了奥斯曼的经典皮肤了。国策点完之后，我们也多了一些新的决议，这边可以先拿一下波斯尼亚的核心。接下来国策把这几个有用的先点了，然后再去点一下陆军啊。土耳其的陆军还是要改革的，不改革太弱了。这边有一个修改苏丹继承法，也可以点一下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大概会在不久以后迎来一场地震，地震之后我们的苏丹就会换成一个女苏丹啊。试着和英国、美国改了一下关系，看看能不能要点投资啊。土耳其自带的投资我还没有试过，不知道 AI 同意的机会高不高啊？先试试英国。到了40年的9月份，苏联又来索要比萨拉比亚了。目前我们库存里面已经有近5000辆中坦了，那可以不给了。这边先不踩它，把我们部队布置到前线去。按照我以往的打法，我一般会放一个口袋阵把苏联给吃掉，但是这局打的是满加强，满加强情况下苏联是不缺补给的，我们这个口袋阵就没有意义了，所以直接放在前线硬顶啊。特意的话放少许部队就够了，16个师。虽然我们还没有同意，但是乌克兰先同意了，导致我们这个战线有了一些变化，不过问题不大。开战之后很快就能推回去，差不多拖到最后一天再拒绝。苏联还要排兵布阵一段时间，我们还可以再准备。主力师直接变成3坦编制吧，再加一个防空，一个后勤。目前装备稍微缺一点，得多生产一点支援装备了。联合王国不仅拒绝了投资，还把伦敦给丢了。那看样子这局打德国可能有点困难了。坦克厂到6级了，赶紧点一个偷工减料，然后设计一下我们最高级的中坦。目前还是以数量为主啊，等我们数量上来之后再开始提质量。才40年的10月份，同盟国就已经消失了。不过这样的话也能把德国的部队分散一下，目前先不着急。到了10月底，苏联总算是进攻了。看一下它的进攻方向啊，主要还是正面，侧面的话打不动我们。那我们还是先防守吧，目前部队状态不是很好。这 AI 是把作战计划给攒满了呀，怪不得打起来这么狠。还好我们能顶住啊。这个保加利亚还偷偷给我搞事啊，把我们核心弄丢了。不过这些地我本来就没有核心，丢不丢都一样。看了一下苏军这个轻坦还挺厉害的，居然还有金盾啊。他这个轻坦是20多装甲厚度，40多穿身，能勉强和我们碰一碰，看来不太好对付啊。这边看看能不能先把突出部吃了，把战线拉平啊，我们好防守，不然部队全集中在这儿了。这些次级部队还是很好打的，牵制一下。这边德国直接给我们派了13个师作为志愿军啊，非常的大方。他估计是打完仗没事做啊，正好。在我记忆中，苏联开局的轻坦没这么厉害啊，看来这个 AI 偷偷改编制了。8轻坦7摩步的编制我还是第一次见啊，可能我太少打这个满加强了。那我们还是得针对一下轻坦了。
关于针对的方法，我们得从头研究反坦克炮啊，这个有点浪费时间了，看看能不能利用一下我们的2级防空炮啊。2级防空炮的穿甲深度60应该够了吧？坦克先不着急生产，30个厂，防空炮先拉10几个厂出来啊，看看能不能快速每个师装2个营。这边先改成广泛征兵，把我们产能先拉回来，现在人力勉强够用，待会儿再开一个女性劳工就可以了。没想到德国还派了装甲师来帮我们，看一下这个装甲师什么实力啊？40装甲厚度，15穿身，编制啊，竟然有6坦啊，那也挺厉害的。看来我们待会儿打德国也得做一些针对性的装甲编制了，不能用普通的打步兵师的装甲来打了。这次托斯基竟然躲过了暗杀啊！虽然这个满加强的苏联非常疯狂，但我们还是顶住了这个进攻啊。他损失了26万，并不是很多，看来还得消耗一会儿，花了点时间把战线推回到原来的大小。接下来怎么进攻还没想好，毕竟我们缺的装备太多了，先补一会儿。可能是和平的太久了，这个意大利直接打沙特阿拉伯了，这也没办法，给他吃吧。本来我还准备打的。这边已经全军换成5坦编制了，虽然我们这个装甲稳定被穿啊，但是应该是能碰得动苏联的，我们试试看。这边有个重建多瑙忘了点了，只要拿下罗马尼亚就可以点的，这样人力又多了一点啊。我们再做一些高达师，正面的部队先往前推一点看看。应该是能勉强推得动的，就算苏联有一堆轻坦，我们好歹也是正规中坦师了。到了41年的7月份，芬兰对苏联宣战了，然后轴心国也进战了。这样一来的话，这边就直接包上了，不过可能要被德军给吃了。要个军通先。这下的话，分数可能就很难抢得过德国了。想吃个饺子都相当的困难啊！这边赶紧安排一个装甲专家，然后再来个步兵专家。我们到现在才有一个步兵的司令，还是比较难受的。新的14个装甲师也来不及训练了，直接上吧。给德国派个军事顾问看一眼啊。目前来看，苏联在北边每隔只有1个师，这个德国想要攻占的话还是很快的，我们这边每隔2个师打的稍微慢一点，中间这块比较难啃的就交给德国吧，我们直接去南边快速突进了。这个莫斯科停战协定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啊，这个芬兰打到一半又不打了，直接反水了吗？
打到后面，我们这个装备缺额也越来越大了，主要也是占领地区太多了，得想个办法了。这边先删掉家里面一部分部队啊，傀儡国部队也全还回去吧。这边感觉是让苏联守河守住了，我们直接撤退了，撤到后面有这个补给站的地方，不然我们损耗实在太大，吃不消啊。他这个满加强的，他没什么损耗啊，我们这个损耗顶不住的。直接全军跑路了，让德国人自己慢慢打吧。找个没什么损耗的地区，再和苏联刷刷分。这些地区我们防守起来比较轻松啊。看了一下，缺的比较多的装备就是步枪和中坦了，多拉点场吧。防空炮现在倒是不缺了。为了节省一点步枪啊，我们再塞一个营的防空炮，去掉一个步兵，这样的话应该能省不少出来。我突然有点怀疑这个满加强德国的实力啊，他不会打不过苏联吧？这个莫斯科这边已经打了好久了，硬打不下来是吧？不过我们这次合作政府只做了2次，想要拿下苏联的话，得打掉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啊。在这边稍微恢复了一下部队的状态，苏联的部队也都吃不上补给了，那我们准备第2轮进攻了，依然是画一条线。这个线太长了，争取一波给苏联拿下，只要拿下斯大林格勒差不多就投了。这边试试看，直接开冲。这一波成功拿下了斯大林格勒，那就剩最后一点了。要不要派一些部队去帮德国拿莫斯科呢？感觉这边补给也不太够啊。花了点时间，总算是强行守住了，就等这边通上补给了。侧面的话没必要啊，直接全部撤回来吧，继续回来守铁路线。目前多出来的部队很多，先拉一部分去南边拿一下巴库，拿下来之后再去北边拿一下莫斯科。这边集中一下主力尝试进攻啊，先从上面切断，上面比较薄弱。这地方我真的吐了 ，AI 挤这么多部队在前面干什么？这地方本来就难打，还有要塞，还跨河，全在这边抢补给吃，是一点都打不下来啊！在后方休整了一会儿，再来试一下。主要就差一格了，只要推下这一格就结束了。不是很想从侧面打过去了，侧面也不好打，侧面他也没补给啊。可算把莫斯科拿下了，怎么还有6%的胜利点啊？这该怎么办呢？那只能去拿沃罗涅日和图拉了呀。图拉这边好像被德国给冲下来了，看看呢。我们这个坐火车过来的部队直接进攻得了。可能莫斯科掉了，苏联方阵大乱啊！趁此机会赶紧拿下图拉。啊，涨回来这么多，莫斯科不还在手上吗？
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！不管那么多了，直接冲锋吧，冲锋吧！经过一段时间的折磨，总算是拿下了这个满加强苏联啊！感觉应该是暗改了什么逻辑啊，打起来如此艰难。关于吃地的话，也没什么想法。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把德国和这个苏联隔开啊，沿着这一条线吃。这样的话，就算德国吃到后面的地，他吃的也是飞地，没什么用。我们特意节省了很多分没有吃地，就是为了还这个苏联傀儡了一圈啊。这样的话，德国的分吃的地全都是飞地，他部队全会被我们空气墙隔在外面，一点事都没有。差不多就这样吧，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幽默的。我们还有分和我抢啊，剩个140分用不掉了。最后看一下这个地吃的情况啊。如果我不给德国军通的话，说不定德国的部队都回不来啊。回不来正好啊，我们直接偷袭德国，他家里面部队全部被锁在外面了。那也不需要做什么多余的准备了，我们赶紧把部队填到前线去啊，稍微留几个师把德军困在后面就行了。应该是没有军通的，他这些部队全是没补给的，直接饿死在外面吧。这边收复核心地区扎拉只要60天，直接正当化。继续把小弟的部队全部要过来填线啊，毕竟最后一战了。到了这个1942年的12月份啊，奥斯曼皇室突遭悲剧。关于这个事件我就不慢慢读了，因为我们修订了这个奥斯曼的皇位继承法，所以苏丹陛下最年长的公主殿下将有权继承大统。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个摄政王，但明显摄政王没有这个苏丹纳强啊，直接安排上。这边智利说搞了一个主动防御策略，直接对日本宣战了，这我没想到啊！他和日本八竿子打不着，他宣战日本干嘛？很快就正当化好了扎拉，准备进攻。目前来看的话，德国的所有部队全在苏联境内啊，沿着这个漫长的战线全部排好了。虽然蠢驴已经给 AI 加强了很多次了，但我们依然把这个 AI 玩弄在股掌之间啊！这边直接宣战。这个日本会拉过来，不过无所谓，他到现在连校长都打不过，直接进攻。因为只加强了苏德，意大利是没加强的，所以应该随便打吧，直接冲锋了。其他方向的话，先防守啊，我们可以先画一条线，只画在这边就可以了。看了一下，我们这边可以邀请巴西啊，他这个位置有一个委内瑞拉，说不定能帮我们打掉。那直接拉了吧。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部队消灭之后，我们集结一下，去正面。72个师正面平推应该是推得过的。海上舰队还是打不过意大利，就先不打了。在这边防守一下，消耗一下对面的黄条。感觉正面也没多少德军啊，德军的装甲师怎么都不见了呢？怎么都在这边给我排队了呢？好多装甲呀！不要说我太卑鄙啊，这也是战术的一环啊。这部队可真多啊！沿着这个国境线一字排开，全是轴心国的部队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主力师直接启动吧。意大利这边先不着急打，就拿这么多，他慢慢自己会崩溃的。我们部队先到北边去消灭德国啊，德国现在部队还没有造出来，实在太缺资源了，这边改一下吧。不过改了我们也很缺啊，这意大利的部队是真多啊，全在帮德军防守，不过也就这么多了，直接冲吧。
到这边满加强的德国就被我们轻松拿下了，接下来就是风卷残云了，拿一下这个维希和意大利啊，看一下非主要国家，也就剩他们了。这意大利的部队居然还在偷家啊，随便他偷，反正他也偷不掉。放点部队回来，这边先把这个维希给他灭了。侧面的话，这些部队应该够了。